当地时间1月4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与乌克兰总统的通话中表示，法国将向乌克兰提供轻型坦克，以加大对乌的军事援助。这是北约国家首次向乌军提供带有进攻性的现役战斗载具。那么这款所谓的轻型坦克究竟是哪一款？它的到来又会给俄乌战场带来怎样的变化？咱们接着往下看。经过法国媒体证实，马克龙此前声称的轻型坦克呢，其实应该是 AMX-10RC 轮式装甲车。该型装甲车是法国在上世纪70年代开始研制的新一代轮式装甲武器，即便放到今天，该装甲车的整体性能也不过时。该战车的主要任务呢是快速武装侦察以及火力支援。在冷战中，北约武装武力优先对付的目标是苏联数量庞大的钢铁洪流，大多数国家的战车发展都完全导向反战车路线，因此步兵无法获得足够的大口径火炮的直接支援，在进攻作战中处于不利地位。不过法国呢却在军事上另辟蹊径，它基于阿尔及利亚战争与越战等复杂城镇战的教训，更加注重支援步兵的大口径轮式火炮的发展。比如法国在50年代研发的安装90毫米炮的潘哈德 EBR 装甲车，在火力上呢已经和坦克是不相上下了，因此它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是取代坦克。那么时间进入到70年代，为了满足法国陆军取代潘哈德 EBR 装甲车的要求，法国地面武器工业集团从1970年代开始设计的 AMX-10RC 装甲车。该车的设计思路一度和海上的战列巡洋舰是不谋而合。法国军方对于 AMX-10RC 轮式装甲车的定义同样如此，那就是舍弃了传统坦克装甲车辆的装甲防护性能，从而在减轻自重的基础上大大提升速度与机动性优势。该车除了和 AMX-10RC 步兵战车有着共通的动力套件之外呢，其他的设计以及在战场上的角色定位都大不相同。该战车拥有相当优秀的机动性能，通常被用于在危险的环境中执行侦察任务，并直接提供火力支援。AMX-10RC 的车体和炮塔为全焊接的铝制结构，可以使成员免受轻武器、光辐射和弹片的伤害。它的驾驶舱在前部，炮塔居中，动力舱在后部。驾驶员在车内前部左侧座位可以调节，向右开的窗盖上有3个前望镜，中间一个可以换为被动式的 OB31A 夜视前望镜。车长和炮长位于炮塔内右侧，装弹手兼无线电操作员在左侧。这个位置呢还有向前、左后3个前望镜。它的火控系统主要部件是有 M504 望远镜以及射击校正补偿器、M550 激光测距仪和 M553 炮膛瞄准镜。在火力方面， AMX-10RC 重型装甲车的思路和装甲无用论中的坦克一样，都是舍弃了防护，提高了机动和首发命中率。该车装备的是一门105毫米口径的半自动火炮，炮栓呢为力楔式，炮管带热护套以及双式炮口制退器，在炮的左侧有助退机，右侧有附近机，它可以发射破甲弹、榴弹以及练习弹。除此之外呢，还可以采用地面武器工业集团的90毫米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炮弹初速为1400米每秒，可以在2000米距离内穿透北约3层重型标准靶板。虽然大概率是无法击穿俄军的 T90 主战坦克的前装甲，但是搞偷袭、打侧后还是有很大成功率的。况且就目前俄军坦克的战损来看呢，还有多少 T90 能够上战场还犹未可知。不过该战车的火炮并没有安装稳定器，而是采用了一套柯达克火控系统。这套系统呢可以测定目标距离、移动速度、方向等数据，不过需要手动输入海拔高度、风速、温度等数据。在射击过程中，炮长调整瞄准镜搜寻目标，按下测试按钮约2到3秒，目标信息便会输入计算机，只需要 1.5 秒的射击校正时间便可以射击。从以上配置呢，不难看出 AMX-10RC 注重首发命中率，而不是和坦克缠斗进行移动射击。毕竟以它铝合金焊接的装甲，恐怕连坦克携带的大口径机枪都防不住，近距离交战无疑是自断前程。至于它的3防装置则安装在炮塔的后部，战斗舱呢在寒冷气候下还安装了加温器。
在动力方面，该车也十分优秀。该车原装备的是伊斯帕诺去扎 HS115 柴油机，后来来到1983年，最后生产的2批 AMX10RC 更换为博杜安的 6F11SRX 柴油机，功率为300马力，3300转每分钟。相较于老款动力，新的柴油机呢具有更高的燃油经济性，使车辆最大行程增大至1000公里，最大公路速度达到85公里每小时。毕竟 AMX10RC 的身板还是比较脆的，所以一定要跑得快。在第一轮火力输出后呢，趁对手没反应过来，就赶紧跑去抢占下一个黑枪点。不过，相比于履带底盘，轮式底盘对地面压力较大，越野能力较差，但是道路机动力、续航力是胜过轮式底盘甚多。在路况良好的情况下呢，比履带车早一步抵达战场。同时，轮式底盘也带来了良好的机械可靠性和低廉的维修成本。如同现代很多高级越野车一样， AMX10RC 也配备了中央胎压系统，以提高其在不同路面上的适应性。当6个轮胎中的1到2个被完全毁坏时呢， AMX10RC 仍可以低于5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进行机动，提高了受打击后的生存能力。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该车辆的转向并非传统的轮式车辆一样，通过前后轮的角度变化实现转向，而是采用了类似履带式车辆的转向方式，即通过控制车辆两侧旋转速度、方向的不同来实现转向，使其拥有了原地原位转向的能力。同时，该车还是一款水陆两用战车，在渡河时呢，可以依靠车体后部两侧的2个喷水推进器推进，水上最大行驶速度7.2公里每小时。车前左侧的透明玻璃窗口便于幅度时观察员观察。可以说，在法国勒克莱尔主战坦克出现之前呢， AMX10RC 既满足了法军对装甲车的需求，同时也可以配合 AMX30进行坦克战。同时，它还意外地点开了轮式坦克的科技树。从那之后呢，安装了105毫米火炮的重型装甲车陆续出现。对于那些无力大规模装备坦克的国家来说，是一个经济实用的选择；而对于山地部队来说，轮式装甲车的通过性也比几十吨的主战坦克要更好。AMX10RC 参加的第一次军事行动是1983年法国在乍得进行的军事干预，阻止利比亚援助的乍得叛军进攻。在1991年的沙漠风暴行动呢，则是 AMX10RC 诞生以来参加过的最重要的行动。战前，法国为参与行动的车辆统一加强了正面装甲防御，安装了 ATGM 反坦克导弹诱饵系统以及热像仪。96辆 AMX10RC 作为第6轻装甲师的主力，掩护进攻部队侧翼的任务，使联军部队免受抵抗部队的攻击。在行动中，法国人遭遇了第45伊拉克机械化步兵师，并随即爆发冲突。战役的结果令人印象深刻，超过2500名伊军士兵被俘虏，20辆伊拉克坦克被摧毁，其中还包括无法统计的大量车辆、火炮等。而法军方面呢，则无任何装备损失。这场战斗胜利后，法国人成功占领了阿斯萨尔曼机场。在 AMX10RC 服役的这段时间里呢，他伴随着法国陆军出生入死，并在实战中展示了自己的优秀性能和设计理念。作为一款充满了法国血统的轮式战斗车辆，它无疑是成功的。那么接下来，它还将伴随乌克兰陆军与俄罗斯展开作战。那么来到乌克兰的 AMX10RC 又将如何作战呢？大家都知道，乌克兰有着非常多的摩托化步兵营，全部使用的轮式战车或者轮式的 MRAP 反地雷伏击车。例如，驻地在东部战区5个作战旅，每个至少有1个下属的摩托化步兵营；驻地在巴赫穆特的54机械化旅和驻地在北顿涅斯克的53机械化旅各有2个摩托化步兵营。如果法国这次援助的数量足够的话，乌克兰完全可以让一个摩托化步兵营外挂1个连的 AMX10来提供额外的火力支援。因为本身便是轮式的编制，不用担任前线突击的任务，也不用担心轮式相比较履带式较差的雪地通过能力。
目前，法国总共是有248辆的 AMX-10RC， 在未来全部退役后呢，也都可以给乌克兰。不过，除了机械化程度较高的东部战区，南部战区的4个作战旅则有着不同的用法。在这4个旅当中呢，有3个是纯粹的摩托化旅，各有1个连的坦克来提供直射火力支援。AMX-10RC 的到来能够完全替代这些坦克连，4个摩托化旅都可以将自己的 T80 和 T64上交，让乌克兰将这些宝贵的装甲力量集中给更加需要的摩托化旅和坦克旅。而且，由于2014年改革后，乌克兰的坦克部队完全参考了北约的编制，是3连1营。因此呢，长期来讲 ，AMX-10RC 的加入可以让乌克兰至少能够多出1个营的坦克，用于增强最重型的机械化和坦克旅的作战力量。而除了法国之外，美国总统拜登也表示，自己正在考虑向乌克兰援助 M2 布雷德利战车，作为美国陆军的主力装备之一。M2 布雷德利战车在海湾战争中是首次崭露头角，跟随着美军南征北战，可谓是战绩辉煌。据悉，美军目前是有上千辆的布雷德利步兵战车处于库存状态，其25毫米口径的大毒蛇机关炮和反坦克导弹的火力组合将对俄军装甲车辆构成严重威胁。那么，随着2家的援助，压力来到了德国这边。毕竟，没法这2位援助战车之前呢，乌克兰才求助过德国援助豹2，这时候显得你舒尔茨就有点那个啥了啊。当然，大家也都明白，豹2对于德国而言确实是自家很需要的关键装备，轻易是不能送人的。但是除了豹2之外呢，德国不还有豹1和黄鼠狼吗？我想这些乌克兰也都会喜欢的。而这次呢，美法2国提供的装甲车对于乌克兰而言也具有非常大的意义。这2款装甲车能够在俄乌战争中发挥不小的作用，而且此时乌克兰正向着北约寻求坦克装甲车辆，大概率是在准备发动进一步的攻势。AMX-10和布雷德利如果能够顺利地交付乌克兰，将配合乌军现有的主战坦克、装甲车辆对俄罗斯发动新的攻势。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M2 和俄罗斯的 BMP3 属于同类装备，我们也可以在这次战争中呢看到2者究竟谁更胜一筹。随着美国和法国这2个北约主要国家打开了对乌援助坦克和步兵战车的这口子，想必接下来呢会有更多的国家援助乌克兰。一旦在乌军在陆地重装备领域实现数量和质量的增长，那么大反攻的时机也就到了。值得注意的是，在俄乌战争的不同阶段，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清单也在变化。从最开始的标枪反坦克导弹，到如今的海马斯与爱国者，可以说每一款武器都完美融入了俄乌战争的节奏中。这就让大兵不由得联想到此前的一些报道。有分析人士认为，俄军将在严冬到来之际发起一次带有总攻性质的攻势。如今这一时间节点已经不再遥远了。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中，俄乌2军战线没有太大变化，这是由于天气和地质原因，战争最激烈的南部战场一直处于泥泞之中，俄乌2军的重型装备都很难灵活机动，双方基本只能以低成本的作战方法相互消耗对手的有生力量。不过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乌克兰战区的气温将急剧下降，各类沼泽地和烂泥地很可能形成坚硬的冻土，可以供坦克和装甲车等重型装备通行。所以外界认为俄军会抓住这一机会展开攻势。由此不难看出，法国和美国提出援助乌克兰先进重型装备的时间点是恰到好处。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对本频道感兴趣的朋友，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我们下期再见。